近日 G7 峰会上，美国屡屡受挫，虽然面上看起来是花团锦簇，其实美国却什么目的都没达到。即便 G7 联合声明中一再强调要针对中国，其实真愿意出这个头的，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没有谁了。当然，这些人随意插手中国内政，自然也要给予一个教训了。就比如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对这件事表示，这件事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系统性挑战，中国对此绝对不会无动于衷。据媒体报道，在15号的时候，解放军直接派出了今年最大规模的机群巡台，而且其中除了反潜机、电子干扰机、侦察机共4架外，其他还有至少24架战机，比如4架轰6战略轰炸机以及14架歼16和6架歼11。这说明了什么？单从军机种类来说，已经是对台最佳阵容了。再次从14号美航母出现在南海的事来说，解放军再一次加强了态度，用行动明确表示，一旦台当局疑为西方国家会继续给他们帮助，那么就必然要接受和解放军撕破脸面，因为中国必然统一，也必须统一。在无法达成和平解决的时候，解放军绝对不建议使用武力，而解放军的这一番动作很显然也是做给美国看的，毕竟真到关键时刻，美国又能对台做出什么支持吗？真别说，解放军这一亮相，美国自己也怂了。其一，美国在欧洲也没捞到什么好处，所以14号的时候一直没有出现的里根号航母出现在南海，还大言不惭的要在南海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演习，甚至还公布自己的作战准备照片，一番行动可谓是颇为高调。结果在解放军28架军机巡台的时候，却灰溜溜的贴边走进入了南沙。为什么这么说呢？网传在美国航母进入南海的时候，解放军也派出了054A 导弹驱逐舰紧急盯梢里根号，并且有消息人士表示，从里根号的行动路线上来说，里根号航母在进入南海后却态度逆转，不仅紧贴菲律宾边缘走，还一点想和解放军对峙的高调都没有。所以美国航母最后虽然还是到了南沙，但却不可谓不是来势汹汹，却只能认怂虎头蛇尾。而且这回美国出现在南海，解放军还直接派出了28架军机巡台，甚至还宣布自6号开始直到20号，解放军都将会在东海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演习。从这些动作来看，如今解放军不仅态度越来越强硬，对美国的提醒也越来越重了。因为中国不喜欢动武，但是不代表没有实力动武。美国胆敢继续挑战中国主权，那么必将遭受中国的反击。可以说，如今中国之势已经是势不可挡，而这种强硬的手段方能够让美国清楚地知道，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能够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时候了。综合美媒和我国新华社在6月16号的消息来看，尽管G7会议的尴尬还历历在目，但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北约峰会上的30国还是十分配合拜登的意见。在会后，一份长达41页的对华联合公报，让不少盲目的美国人坚信美国回来了，已经修补好了过去大西洋两岸的分裂。在41页的联合公报上，从网络战到太空进攻，多达5个领域的讨论结果，让不少西方媒体颅内高潮，就想好西方社会又一次回到了200年前的光景。另外，公报中注明的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北约盟国安全构成了系统性挑战，更是让一部分台媒十分兴奋，甚至将这段话标为关键字进行报道，在岛内舆论塑造一种全球挺台的假象，就仿佛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是专门为台湾一些走狗制定的一样。然而，面对拜登在北约峰会上的慷慨陈词，就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有美媒很直接的嘲讽，看似慷慨激昂，却难以掩盖自说自话的空洞与苍白。表面上盟友们的亲密合作，背后却全是虚伪和应付。拜登或许还对北约在南斯拉夫的行为印象深刻，然而中国不是南斯拉夫，就连最大盟友英国也有些退缩，其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更是很直接的表态。我想在座各位都不想和中国陷入新冷战。这番话其实很直接地体现出了当前北约30个国家的真实心态。美国想要对华，那行，大家都做做样子，口头上叫骂几句助助威，要真动手，那就请你美国人先上吧。有细心人士还注意到，在长达41页的联合公报中有这么一句，很可能是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态度时留下的后门。公报中提到，相互透明和理解对北约和中国都是有利的。
这句话在外界看来，很大程度上是为将来如果美国撑不住了，北约还能在不与美国撕破脸、遵守联合公报的情况下与华进行对话。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当前对华策略中，台海局势是美国捏在手里的王牌之一。拜登此次妄图纠集北约30国大军干涉、进犯台海，在很多形式上让人想起自1990年以来，北约在南斯拉夫、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一系列战争上的方式。然而，经历了多次锋芒毕露之后，北约早已尽显疲态。在2014年，俄罗斯悍然出兵克里米亚，北约几乎瞬间失声，就足够看出北约的虚弱。面对2014年的俄罗斯尚且如此，更遑论如今的中国。当时北约内部的撕裂还不明显，如今法国、德国2个重量级国家都表现出反对态度。北约内部军力第2的土耳其甚至和美国多次不和，如何会为了拜登的政治成绩单来台海卖命？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上充满着许多意想不到和始料未及，在国际形势上更是如此。美国总统拜登自上台以来，向外界展示的一直都是强硬的形象，甚至还有战争狂人的称号。但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昔日以硬汉示人的拜登也开始向一些事情选择了低头。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称，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了协议，并且也同意取消针对伊朗的全部制裁。这意味着，在与伊朗磕磕绊绊的谈判中，拜登政府最终还是选择向伊朗屈服。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希望用妥协来说服伊朗，让其在石油交易中不要放弃美元结算。除了对伊朗的态度有所转变，拜登向俄罗斯释放的缓和信号也是十分强烈的。据美媒《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正准备坚持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运营公司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却对此表示了反对。要知道，之前美国一直将北溪2号项目视为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而现在拜登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在外界分析看来，事情绝对不简单。有专家指出，拜登与普京的会晤马上就要拉开帷幕，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没有必要还来刺激俄罗斯。况且北溪2号项目也已经完成了90%以上，因此可以说这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了。所以拜登也许是想趁机做个顺风人情，为普拜会晤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以便实施下一步的计划。同样，对伊朗态度的转变，其实也是拜登在为该计划所布下的局，而这个计划就是美国要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我们通过美国近段时间的举动可以看到，在阿富汗撤军进行战略收缩之后，美国就已经将重心放在了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身上。现在美国的战略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拉拢伊朗，稳住俄罗斯，然后集中力量针对中国。最后我们想说，对美国而言，维护霸权永远是最重要的。拜登的态度转变实质上也是维护霸权的表现。随着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去美元化的进程或许会受到严重阻碍，俄罗斯想要终结美元霸权的布局可能也会因此而落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我国，所以中国必须要提高警惕了。